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4种频道会员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让正常发挥的声音不会被消失。我们讲到的是中国的轰20轰炸机，还有美国的 B-21轰炸机。当然啦，都在研发阶段。你看看这2架飞机长得有多帅！哎呀，这根本就是这个未来电影里面出现的样子嘛。好，来看看下面的这个 B-21轰炸机。也是，好，就是这个 B2 啦，好等等比较耗油啦，好比较贵的这个轰炸机，现役轰炸机未来的替代品，哇，也是长得很帅，好像一只夯鱼的感觉，轰鱼还是夯鱼，轰鱼是不是？来，我们来看哈，现在传出在7月5号的时候，中航工业试飞院举行了新机型的试飞会的时候呢，就提出新机型对于中国战略的地图有极大的影响，有。什么新飞机会对于中国的战略地图有很大的影响呢？美国媒体就开始猜啦，什么机型呢？应该就是中国最新的轰20隐形轰炸机，是不是试飞在即了呢？好，那另外在美国的部分，现在本来说这个 B-21试飞什么时候？在今年初。可是因为发生了一些相关的技术问题，所以把 B-21的试飞往后延，可能要直接延到明年了。当然啦，2架飞机不能够放在同一个水平上一起对比，毕竟技术上有差别，世代上也有一些差别，研究时间的长短、投入的资金、战略的目标都有些不一样。可是都是轰炸机，都是新型，都是隐形。那如果现在中国的轰20试飞的时间在今年成真，那美国的 B-21要延到2023年，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在军事对决上面，美国怎么一个不小心又输给中国的感觉？不是输一次啦，各位，我们再来看这是美国近期这个试射失败，说这个7月6号。美国的这个空军基地呢发布消息说有一枚牛头怪，名字很怪叫牛头怪火箭首次试射升空，结果11秒，棒就爆了。来，画面在这里，才11秒钟就爆了。事实上，这个2019年就开始研发这个牛头怪火箭，是美国最新型的 MK-21A 的置入飞行器，而 MK-21A 是美军哨兵洲际导弹的核心呐。最近是打算要替换。近400枚相关的导弹，这等于是接替新型，要接替美军现有的相关洲际导弹。结果没想到首次试射就11秒在空中爆炸，而且不止这个各位，我们时间往前推，记不记得6月30号我们提到美国的五角大厦说我们再度试射极音速飞弹，第2次试射又失败，而且呢是推进系统的问题。所以在军事的角力上面，当然美国依旧是军事大国。不过从我们过去谈到的003啦、鹰击21啦、055啦，这个万吨驱逐舰、大舰大驱，到现在的 B-20轰炸机，甚至包含美军近期的相关一些失败，是不是有一点美国急着要维持它的这个领先地位，而中国在后面苦苦追赶？美国失败，不过今天有个有趣的消息，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不晓得这算不算成功啦？这个今天很多媒体有相关的新闻说，台湾又距离太空航太这个上太空更进一步啦！这个蔡依依还说，台湾走向太空，走向宇宙，我们这个不再是梦想啊！这个绿媒各大媒体都这样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人说台湾试射太空的这个火箭推进器发射器试射成功了。画面当中确实看到一个橘色的这个火箭噗往上飞，飞没多久呢，它就掉下来了，打开了降落伞，掉到海里面去。旁边就很多这个科研人员非常开心的兴奋鼓掌。结果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火箭发射号称是成功，但其实它原本是要飞8到10分钟的，而且是要往上飞到12公里的。可是这一次只飞行了2到3分钟，而且高度只有3公里。那距离蔡总统所说的其实还差蛮远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子可以叫做试射成功了。
好，那美国也可以说我们有飞起来呀、飞了11秒啊，我们也算是成功了啊，不是吗？啊，我们请这个宾哥，我们也成功了，美国11秒也成功啊，为什么不能成功？台湾都成功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成功？没有这种成功不成功，要看你本来预计它飞多少秒。你如果预计它真的就飞11秒，它就是成功啊。对啊，对了，是啊。但如果你预计它飞30秒，它只飞了11秒，那就是失败啊。那就看你的预定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当然要发展卫星啊、火箭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台湾很多这方面技术还不是太成熟，所以你初期会出现一些失败，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真的也不用太大惊小怪。但是也不用把它宣传的好像跟真的一样，因为我说真的啦，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就是落后我们周遭的这些国家，落后多了，中日韩都比我们强啊，这没什么好讲啊，甚至印度也比我们强很多啊。那这种我们本来就比人家落后的地方，没有什么好说，就是慢慢，如果真的想发展，就一步一步往上走。只是说台湾在发展这些东西到底符不符合经济效益，能不能够做技术储备，将来在我们的军事上或者其他的地方民用、商用上面，是不是能够给予相关的资源，这是政府自己要去考量的嘛，不是只是一种就是面子工程，只是为了要让国民很嗨，然后花了一堆钱什么都没用，那就没意义了。那当然，美国它最近有一些实验失败，可是其实今天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美国在委托英国帮他们制作的这个超音速引擎，它在大气层内可以跑到4倍音速以上哦。哇，对，很厉害。对，那这个很厉害，听说已经快要成功了。当然，这也都是一个传闻啦。所以，美国毕竟还是高科技的领先者，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少数几次失败不算什么，只是美国现在可能比较面临的危险，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它已经捉襟见肘了，也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之内，一下俄乌也要输出啊，然后半导体也要跟中国大陆拼啊，然后其他相关地方所有地方都要花钱。美国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资源投注在这些高科技的发展上？这恐怕就是大问题。其实从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美国本来很多尖端武器到最后都放弃掉。对，为什么？就是因为太贵，而且在战争效益上不明显。因为现在越来越多武器哦，又是什么卫星、太空什么，哇，那个研发成本太高了。是啊。所以这种东西，老实讲，对美国来说，他恐怕要去考虑到的，他本身如果一直要维持这种全球性的威慑力量的话，他恐怕会越来越那个困难度越来越高，会越来越难以为继。对，我完全懂斌哥的意思。其实斌哥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我们的军武发展到一个水平，大家都到这里啊，美国现在就是已经到这里，在等了，你要再突破就有点难，贵呀，难度高。好，那后面的国家当然就一直往上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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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美国当年一样，成长的比较快嘛。好，所以这也不是说啊美国就不好或怎么样，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好，中国啦、印度啦、法国、日本往上追可以追得很快，但当这些国家到这里一样会卡住啊，一样会卡住啊，因为这就是一个门槛，这就是一个时代科技的门槛，已经无关这个国家的国力强盛了。哦，你说砸再多钱，可能也没有办法突破。看过钢铁人啦，对不对？哦，钢铁人他老爸就说啊，我被我这个时代的科技限制，我没有办法造出新的元素啊。但是东尼你可以啊，好，所以就把他留了那个图，那个元素的图在那个模型里面。结果到了 Tony Stark 这个时代，用新的科技就把他爸那个年代研究不出来的东西给研究出来了。一样的道理。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所以母亲节要到了，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赶快到快点购，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